今天在服务区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原先打算今天赶去卸货的，临时决定第二天才卸，所以不赶时间。谭师傅前几天告诉我他想谈个甜甜的恋爱，正好今晚回灵山，我说带他去六峰山相亲，看得出来他明显开心了很多。他说回家的空气都是甜的，百色这个高速真的是山美水美，一路上的风景都尽收眼底，这个瀑布也太好看了吧，下次有机会一定要下去玩一下。在重走大兴西这里下了高速，超级堵车，7、8个公里走了1个多小时。有没有大兴县的朋友出来解释一下你们今天在过什么节日啊？怎么那么多人又多车？经过龙虎山这里看到好多小猴子，早知道买点东西来喂它了。刚路过有饭店的时候又不觉得饿，现在饿了只能吃泡面了。回到灵山界下起了瓢盆大雨，前面这个大哥估计忘记带雨衣了，开这个摩托车非法的。快到家了，回家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再去卸货了。第二天睡醒已经早上7点多了，原本打算5点起床的，根本起不来，买个早餐在车上吃吧。离卸货地还有124公里，上高速居然超重上不了，没办法只能倒车回来，把水箱里面的水全部放干净。放了水终于能上了，一箱水都差不多1吨。看了一下导航，卸货地离高速收费站还挺近的，下了高速2公里左右就到了。这个厂去年已经来过一次了，里面掉不了头，只能倒着进去。这里卸货还蛮快的，40分钟就卸完了。在绿川这里卸了货，找一下后看看准备又去哪个方向。本来打算装去南宁武鸣的，到了高速口，谭师傅又改变主意了，他说去青州中功夫板上云南。果然男人都是善变的，说变就变。在绿川这里去到装货地还有218公里，谭师傅说他已经烦我了，一天不知道要停多少次车给我。其实我已经在开始担心了，他不会炒我的鱿鱼吧？下高速走2级路了，这样还能省一点路费，毕竟现在的货价那么便宜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下午4点多终于到装货这里了，看到前面那个车刚装好，我们来的真是时候，来到就可以装了。这个光伏板装的还蛮快的，20来分钟就装好了。好了，又要搞绑带，可把谭师傅给累坏了。弄好了绑带又盖篷布。今天这车货好高啊，谭师傅爬上去看的我都提心吊胆的。今天风好大，还好我在下面帮他扯着，不然这个篷布都被吹下来了。好多人问我干嘛要天天跟车啊？今天就来告诉你们吧，因为谭师傅请我来盖篷布的，1个月给我1800工资呢。6点多终于盖好篷布，全部弄好了。正准备出发呢，却发现轮胎里扎了一颗大螺丝。弄好个面的啊！你发那个位置俾我睇睇，我补个轮胎咪除入。来到补胎这里，他说这个螺丝太大了，要拿去活补，需要2天时间。没办法，车上没有备用的轮胎，又要买一个新轮胎装上去，钱还没挣到，又要掏钱出来了。这车后毛重才39.5吨，不用担心上不了高速了。在百色服务区睡到早上7点多，去交通运输局处理一点事情。之前拉货经过这个田阳2汤不停车区检测的地方，说我们超重了，实际上又没有超重，申诉了又不给通过，锁了我们的运营账，现在要过来处理。各位卡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在这里中过招的？不停车点那里，他说我超载了，在云南一路回来都没有超，他就是说我超载了，把那资料寄到你们那里申诉又不行，又退回去了。现在想省呢，营业证又省不了。早上7点多的时候走过去都没有收到信息，下午4、5点的卸了货才收到信息，我们不来复办了。可以查到是超多少吨吗？我在云南一路回来，上下高速跑2路，经过哪里我都有把那记录发给你们，你们又退回去，那么冤枉。你这办也不准吗？是啊，他那办不准。有一次我朋友他过去了说超了，然后掉头回来重新走过第2个车道，又说超了，又掉头回来走第3个车道就没有了，又说没有说超了。他那样子那个有违章没有？没有啊，他过了第3次没有，那里没显示超了就没有了。哦，因为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他那个屏幕没有开，早上7点多的时候没开的，对我们就很那个不公平。是不公平啊，那你早上
7点钟过去了，你下午4、5点了，你才发信息过来给我，我都卸了货，我怎么来复办啊？我们之前也这样过了几天才收到信息。是啊，你这样你说我怎么不来复办了是吧？是啊，后来你们怎么弄啊？我不是今天来处理。你是今天来处理啊？现在收超多少吨了？超5吨。有什么异议没有？现在只能是无才能够处理，要写无才能处理，但是有异议也没办法。有异议我都说叫你们申诉啊，有异议就不能再处理了，申诉都不成功，3000合对金了，生命。说我们超了6吨，500块1吨，处理好了又把资料寄去公司审证，现在又马不停蹄的赶路了，还有一车货在车上。看到这个路好熟悉，去年跑贵州都是在这边过。在外面等了2个多小时，谭师傅终于装好货出来了，系好安全带出发了。这车货送去南宁武鸣，全程800多公里。我困了就先睡觉了，让谭师傅自己慢慢熬吧。第二天睡醒已经到开远大坡了，估计谭师傅昨晚没怎么睡觉，这么快就到这里了。人生就像这条弯弯曲曲的路，有时候一个转弯可能会错过许多精彩，也有可能会遇到更美的风景。加水的时候，谭师傅说让我帮他把车子给洗洗，给我加50块钱的工资，因为他说他去外面洗也是50块钱。到加油站了，补200升的油再上高速吧，最近油价又涨了。上高速没多久，谭师傅说他有点困了，到服务区眯一会先吧。刚睡着没多久，货主打电话问到哪里了，这个货有点急。凌晨了，我看一下赶一下吧。你卸货的话我就赶一下吧。接了电话起来继续出发了，还有40来公里到卸货地。谭师傅说他又困了，找地方停车先睡个觉。10分钟后让我叫他起来，没想到最后我也睡着了。跟货主说好1点钟到那里卸货的，结果睡过头了。3点多起来了，就直接去卸货地了。本来打算在这里睡到第2天才卸的，刚停好车准备睡觉，估计货主听到有车来的动静，又起来叫我们卸货。卸完了赶紧去找地方补觉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睡醒饿了，先去吃个早餐。最近谭师傅晚上总是熬夜开车，辛苦了，给他加点菜多补补。熬得黑眼圈都出来了，一点都没有精神。吃完了出发去装货，早上高峰期车有点多，10点多钟到厂里装货的了。装了4个多小时，终于装好了。装好了，弄扎带盖篷布，在车厢爬上爬下，全身都脏兮兮的。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赚的每一分都是汗水和付出换来的。差不多盖好了，提前上车启动车子，开空调先，等下上车就凉快了。货主说这车货有点急，时效17个小时，800多公里，按平常时的走法根本做不到呀。后来货主又打电话来说补高速费，让我们全程走高速，去超市买点菜晚上做饭吃，不然上了高速都没啥吃的了。前面小路堵车了，只给小车走不给大车走，堵了3个小时才放行，不情愿了。还好堵车的时候已经把饭做了，等一下到服务区就可以吃饭了。在车上条件有限，只能简简单单吃一点，填饱肚子就行了。吃饱了又继续出发了。刚刚加水的时候看到车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扎了一颗螺丝。大晚上的补胎的都关门了，打电话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开门帮忙补一下。在后面这里吗？帮我出来补，你还会门口的。找了2个店打电话问，都说不在店里，没办法了。谭师傅说看看能不能把螺丝拔出来，弄了好久都拔不出来，想着算了不管了，往前一点想掉头上高速了，又看到一间补胎店，抱着试试的心态打了电话，没想到老板愿意开门补。补好胎都凌晨4点多了，还有200多公里才到目的地。我困了，我先睡了，今晚谭师傅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。一觉睡醒，不知道谭师傅搭我到哪里了。每天都是睡醒已经在别的地方了。这车货是在云南玉溪装回广西贵港，装货出来那一段路一点都不好走，走了1个晚上还没有出云南。中午了，饭还没吃，这边的东西吃不习惯，每次吃都吃不饱，去看看哪里有买菜的，买点菜在车上做饭吃。不够油回广西了，到加油站补一点油，补了油就上高速了，跑低速太颠簸了。睡个觉都睡不安稳，脑袋都给晃晕了。要是实力允许，真的是不想跑国道啊。
刚上高速跑了1-2个小时，谭师傅说他困了，想睡觉了。这太阳太大了，晒了属实是容易犯困了。跑跑看哪里有服务区停车补一觉。他说他只睡1个小时，够钟了，让我叫他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只敢坐着不敢睡了，怕跟上次一样睡着了不记得叫他。够钟了，叫他起床，赶紧继续出发了。在大兴西这里下高速，我俩聊着聊着忘记冲 ETC 了，余额不足太尴尬了，赶紧倒出来冲个 ETC 先。到南宁龙安县火龙果基地这里了，好美啊，每次晚上经过这里都可以看灯展。有点好奇为啥种火龙果晚上要开灯，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。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黄油，昨晚没有调闹钟，在服务区睡到自然醒。9点多了，继续出发。在秦塘下高速了，昨晚在石龙上了跑了86个公里，收费194元。屋主打电话来问快到了没有，还有30多公里就到了。本来昨晚打算开到厂里再睡觉的，但是谭师傅撑不到那里他就困了。来到厂里看到还有2辆车没有卸，先把车开进去排队，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轮到我们卸了。好喜欢这种不用盖棚布的货，啥都不用弄，倒车进仓库直接卸货就可以了。天气炎热，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汗流浃背，每个人的身上都背负着责任。生活容不得我们矫情，除了加油别无选择。卸完货了，忙得都没得吃早餐，先去找点东西吃吧，饿坏了。吃饱回家咯。上车第一时间就是开空调，太热了，太阳晒得火辣辣的。梳理一下头发夹起来，这种天气散发真的是热得要命。走了那么久，终于看到灵山这里有个大字了，久违了，这一趟出去好久都没有回来了，去年都是3-4天回来一次，今年出去的货很少，都没怎么回来。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黄油，保养一下车子，好久都没有休息过了。车子累了，谭师傅也累了，五一放假休息几天吧。